最近感覺到有一些抑鬱，可能是因為自身，也可能是因為人際關係，也可能是因為國際政治，有些相關的近一點，有一些就遠得很。今天我一個人在清邁租了摩托車，準備去市郊的一個水庫轉一轉，最後再回到瑪雅商場旁邊的七塔寺去走走，看一看能不能治好我的抑鬱。說到市郊，想着都是很遠的，但是實際上也只是20來分鐘的車程而已。這一路上除了人少一些之外，看着路邊的商業和旅遊配套，我是實在看不出來和市區有什麼區別了。這個在清邁魅林區的人工湖叫做惠東桃湖，或者有翻譯叫做惠登套湖，因為它都是音譯過來的。我只是知道這個桃的發音在泰語裡面是老頭的意思，但是為什麼名字裡面帶有老頭呢？難道這裡更加適合老頭來玩嗎？也許只是我想多了，人家只是一個名字而已。OK。他以為他迷路了，要幫他忙，人家是專門來走路的，人家沒有迷路，人家就是要走路。哇，這裡這些亭子是咖啡廳，然後圍繞着這一個湖啊，好有情調。這裡是一個人工水庫，是當時的拉瑪9世國王主張修建的，現在就更像是一個公園了。沿着湖邊修建的竹屋倒是和湖水非常的搭。在湖旁邊的空地有稻草金剛和大象那些雕塑給遊客來拍照。再過去一點呢，就是一個小農場，說是這裡養有小綿羊。泰國人是真的超愛小綿羊的，這個程度和當年草泥馬在國內流行是不相上下的，一看到它是必然要拍照的。但是農場這裡就只有每年的8月到10月，水稻從綠色變成成熟期的金黃色才是最漂亮的。留心的朋友可能都看到了，在遠處那邊有一座很高的大佛像，感覺很值得去看一下。但網上都說那裡已經變成了軍事區，不對遊客開放了。前面是水壩。能過去嗎？我們過不去。我沿着湖轉了一圈，湖邊的人釣魚的釣魚，發呆的發呆，感覺都挺休閒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是因為天氣變涼了，讓人感到孤單，還是怎麼樣，心裡面感覺到有一些惆悵，覺得自己越來越看不懂這個世界了。No fishing in this area。呢度唔俾釣魚嘅。我更加看不懂的是我自己吧，好好的景色不享受，想那麼多幹什麼呢？哦，他們在騎自行車環湖吧，就是轉一個圈這樣子。這個大壩是可以上去的。哦，在這裡看到的，就看完了這整一個湖了。的這個招牌可以拍照。ไข่ดาวไหมครับไข่ดาวเอานะเอาไข่ดาวด้วย50 บาทครับครับไม่ใส่พริกครับข้าวผัดมาใส่พริกมันนิดหน่อยครับ这間水上竹屋是沒有最低消費的，
但是這裡不賣咖啡，要打電話到旁邊的另外一家讓他送過來，要2杯才起送。哦，有那面 menu 了。我是一個連刷牙的時候應該先刷上面那一排還是先刷下面那一排都會想的人，也是一個不可能造得出來芝麻餅這種產品的人，因為它好浪費芝麻，你一邊吃它是會一邊掉下來的，不是嗎？一個人在這裡待着，看看魚，看看水，更多的是看看手機，換一個地方玩手機。สวัสดีครับกาแฟใช่ไหมโอเคครับสแกนจ่ายเงินได้ปะได้โอเคครับ個咖啡你就要2杯先起送，一杯都唔送。好啦，咁我講捱義氣飲2杯啦，120泰銖咖啡。哎呀，好難為你添啦，好難為你啦，幫我飲下。手機就像是泰式的奶茶，越喝越口渴，但是喝着的時候倒是挺爽的。我又在這裡轉了一圈，飛了一下無人機，就開始返程了。這裡有治癒我的抑鬱嗎？沒有。這間七塔寺從市區的瑪雅商場步行過來，只是需要10多分鐘。以這一座主佛塔的基座上面還有7座小佛塔而得名，它是紀念佛陀7天離苦得樂的地方，有將近600年的歷史。按照蘭納的信仰，這些塔被視為蛇年的聖物，所以也有很多人把這裡叫做蛇廟，說是生肖屬蛇的人來這裡許願會特別的靈。這7座塔並沒有震撼到我，反而是那些雕像的頭都沒有了，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估計都是被拿去賣了吧。它之所以會被取下來，是因為有人買，更是因為有人有閒錢買。如果還是在那個以物易物的時代，估計就沒有人要了。用香蕉換牛奶，再用牛奶換布料，這種換法短板就是我拿着一個香蕉想去換蘋果，結果整個市場都沒有，這怎麼辦呢？我的香蕉繼續放下去就會壞掉的了，這怎麼辦呢？那就先將香蕉換成金幣吧，之後等到市場裡面有蘋果了，你再拿着金幣去換就可以了。短板解決了，新的問題也來了。以物易物是沒有辦法累積的，因為那些香蕉、蘋果啊，放着放着它總是會壞的。大家都會大方一點，反正都會壞，我有多的就給大家分一點。但是在金錢的制度下就不一樣了，香蕉、蘋果它變相的可以變成可以累積的了，它不怕壞了，我也不一定要分給別人吃了。從此人心也就變了，按照金幣累積的數量，慢慢的就開始產生了人群之間的階級，慢慢的就開始有了公平啊、剝削啊之類的群體性的問題。我不是直至存在，也不是深深的告訴，清淨中無限慈悲的平安性未曾發生。幾百年前，大家都以為宗教是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因為它都是在教育大家要控制自己的慾望，只有那樣社會才能夠更加的和諧。但是後面又開始慢慢發現，它也有它的短板，那就是它是以滿足精神層面的需求為主的，它是填不飽肚子的。這個時候科學就出現了，它透過對氣候、土壤、種子等等的研究，令人可以獲得更多的糧食，而不是像宗教那樣去辦一個儀式來求雨。是科學讓大家明白了，閃電打雷並不是因為某一個人做了壞事，它是自然界的正常的現象。
宗教是要讓你遵守，或者說要信服它的教条，不带懷疑的去信服。但是科學的原則呢，卻是要你不斷的去懷疑的，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找到真理。但是這一顆懷疑的種子也就開始散到了人心裡面的每一個角落，從而影響到了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甚至是國際關係。現在這一個主打經濟的年代，宗教和科學充其量也都只是一個工具而已。每個國家都是在拼經濟，也就是剛剛開始說的香蕉、蘋果所換來的金幣，讓它盡可能的累積得更多。於是不公平也在全世界之間發生。我好像是知道了世間的很多，但是對於我自己為什麼會感到抑鬱，卻一無所知。也許正是因為我以為我自己知道的夠多了吧。清邁，謝謝你，讓我想到了很多。這也許就是你給我的療癒吧。好彩你唔喺度啫，否則嘅話同我爭食，呢條已經俾我選到乾乾淨淨，都唔係好夠食嘅啫。所以好彩你冇喺度同我搶啫，真係一個人可以食得晒一條嘅。